各位大家好，2023年9月的时候，苹果将预计要更新 iPadOS 17。iPadOS 17最大的更新点就是它可以连接这个 UVC 的免区截取卡，或者是什么罗技的摄影机，只要插上去能使用。我们来讲讲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你那些什么 USB Webcam 或者是截取卡插上去之后，你只要打开这个什么，譬如说这个照相机的功能，这个照相机原本是只有前镜头跟后镜头嘛，经过更新之后，它还可以抓到后镜头，甚至于什么呢？甚至于你用什么 FaceTime 也可以抓到那个外部的这个 HDMI 的讯号，或者是 UVC 的讯号都没有问题的。这是最大的优点，这个是个颠覆大家的使用。这个功能出来之后，预计安卓也会有这样的功能。到时候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也许不用 OBS 为什么？你直接把脸书打开来之后嘛，本来只有前镜头跟后镜头嘛，那 iPadOS 17之后，可能就可以抓到外部的这个 HDMI 的讯号，或者是罗技摄影机的讯号。这时候很多安卓的这个功能也会相继的更新，这将是一个非常革命的一个变化。好，这是我们讲到优点的地方。那缺点的地方呢，我们大概要跟大家提一下。目前苹果 iPadOS 17它只有针对于 iPad， 那你 iPhone 呢 ？iPhone 的 iOS 17是不是可以吃这个外接的 UVC 的 Webcam 呢？这答案是否定的，不可能的。这个情况就跟这个随身碟一样像这个 USB 的 Flash Card， 你在 iPad 上面使用，你什么 PowerPoint PDF 什么都可以拷贝进去或拷贝出来。可是呢，在这个 iPhone 上面的话，它的限制条件就很多咯，它就只能限制说照片跟影片。同样的道理，因为苹果它现在把这个 iPadOS 跟 iOS 给它分离出来。iPadOS 会更像这个电脑靠拢，那 iOS 呢，它就会还是定义成这个行动装置，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iOS 仍然不能吃 UVC。目前只有针对 iPadOS 17有支持 UVC 的驱动程式，那么 iPadOS 16呢 ？iPadOS 15呢？那当然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这些旧版的这个 iPad比如说像我这一版旧版的 iPad 是 iPadOS 13，已经非常古老了。像这种东西它就没有办法支持这个 UVC 的截取卡。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用旧版的这个 iPad 13嘛，对不对？那 iPadOS 的16嘛，那怎么使用外置的 HDMI 截取卡？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这一支是我们公司的 iOS HDMI 截取卡，这是2018年就已经做出来了。2018年我们就已经可以让 HDMI 的讯号灌到 iPad 上面去做直播了。那么我们做出来的直播是真实的 1080P 的直播。我们有分成2个路径iOS 直播专用截取卡有一个这个 Type A 的路线，这个路径我们是走封闭的回路这个当初 iPadOS 它就没有支持 UVC 所以我们就走一个特殊的一个格式，让这个蓝色的 USB 的讯号连接到这一个 iPad 上面做直播，这是封闭的。然后呢，这个 USB 的话，就是这个 USB-A 的接口这样子，然后再接到这个 Lightning to
USB 3相机转换器，这样接起来，这样子哦。然后这个 Lightning 的嘛，这边是 Lightning 的头咯，然后再把它接到你的 iPad 上面。如果你想要边使用边充电的话，你就把它再插上去，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 ，APP 就是一个叫做 MediaLink Live， 这个你会先看到蓝色的画面，蓝色画面表示说，这个截取卡跟这个 iOS 已经相通了。你看到蓝色画面，再把任天堂的 HDMI 把它接进来，这样就可以了。OK，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在想说，苹果会不会开放 iPadOS 是走 UVC 的格式？这个迟早的啦，已经被已经讲很多年了，终于是在今年才实现。所以我们有留一路出来是走 Micro USB 这条路径。当你连接这个 Micro USB 的线材的时候，这个本来是要接电源的嘛，当你连接线材直接接到这个 iPad 的时候，那么它就退化成这个标准的 UVC 格式。iOS 直播截取卡 HDMI 来源来自 Sony DVD， 然后呢走 Micro USB UVC 的输出，然后呢可以进到这个 iPad 的 FaceTime。现在画面是 DVD。这样有什么好处？当你 iPadOS 17开放这个 UVC 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没有什么 APP 会写得非常好。那么我们这时候你就可以走蓝色的路径，这个蓝色的路径，我们公司就有一些 APP 啊，像 MediaLink Live， 你要录影就可以使用。而且 MediaLink Live 的录影，你只要付一次台币300块吧，你就可以一直录一辈子不是订阅制的，反正就一直录就对了。另外一个 APP 就是 MediaLink Switcher。MediaLink Switcher 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直播的 APP， 它可以做视讯切换，比如说iPad 的内建镜头跟外置的 HDMI 讯号做一个切换，跑马灯子母画面PIP 等等等都可以做到。这时候，请你打开你的 APP， 叫做 MediaLink Switcher， 打开来。这时候，请你用你的手去触控一下你的萤幕。往右可以设定你的视讯来源。好，我先加这个视讯装置这个截取卡的画面，加，然后这边有个叫做 iCapture， 这边加上去。你看到是蓝色的画面嘛？你有看到蓝色的画面呢？请你将刚刚的这个摄影机的 HDMI 接到你的截取卡上面去。好，一定要看到蓝色的画面才可以。好，有看到画面了吗？你看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加我们的视讯来源，这个我们是加这个手机的内建镜头。好，所以呢，第一个主来源是那个截取卡，然后第二个是 iOS 的镜头，这个 iOS 镜头，所以我们这样移就是可以视讯做切换。然后第三个呢，你还可以再加你的手机内建的影片。或者是一些图片什么的，影片都可以。好，加上去。好，这时候你的1就是截取卡的画面，2就是iOS 的镜头，3呢就是影片这样子。好，然后你可以基于这个3个来源去拼凑你要的特效。比如说，我这边可以再新增一个。比如说这个，好，左边是1，右边是2，好，那我们就按确认。所以你看视讯来源1就是摄影机，2就是
前镜头，3就是这个影片，然后刚才有加这一个左右对称的，好，我们再加一个，以此类推，你也可以做一个这样子母画面，这样子都可以。好，那另外呢，你的手往左边，你可以加一些特效，比如说你可以加时间、加计分板、加图片。好，我随便加一个时间，好，那我就把它放在这边，把它放大一点点，好，放在这边这样子，完成，然后记得再加。这时候呢，你每一个的视讯来源都会有一个时间的图层，你可以自己玩玩看，哦，都有一个图层。好，再来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手要往上这个方向，这边要设定你的声音来源。我刚刚有加了这个截取卡的视讯装置跟这个内建的镜头，所以我现在的音效就会有2个，一个是来自于摄影机，一个是来自于这个的内建 iOS 的麦克风。所以我按上，然后呢这边有一个这个按下去。那通常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的声音来源就只要1个而已，我把不要的就把它给关掉，打开来就是开，把它关掉，所以我只留下这个截取卡的声音这样子。好，这时候就把它关掉。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声音，这边有个扬声器，就可以把它关掉，会比较好。好，这样子，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好，最后我们来设定那个直播的平台，我就往下这边按设定，然后呢，我要加入 YouTube 的频道，所以呢，我就加入管理、新增 YouTube 连接，把它 copy 下来，登录，把刚才那一串给 copy 贴上去，继续。然后选择你要的账号，这个账号，允许，储存，退后，哦，然后继续退后，然后再设定你当前要直播的，请你设定成 YouTube， 这样子。然后呢，设定你要的解析度，还有分瑞，你可以设 1080p 没有问题。好，你现在推到这个画面来，你要做 YouTube 直播，你不要直接就按直播哦，这样不行的，请你还是要按一下设定，然后呢，到你这个第一个管理连线这边，再进去 YouTube， 你看这边有多一个什么尚未选取，这叫做事件，请你去新增一个事件，它会创立一个事件，创立好，你可以设定成一个这个立即直播的一个事件，然后设定成功，然后就储存、退后、开始直播，这样就可以了。好，你看这数字在动来动去，就表示说你的 YouTube 直播是成功的。好，我们来实际看一下我们实际直播的内容。这是我的账号，点进去，这就是直播的内容。有没有听到？好，我们来实际看一下我们实际直播的内容。这是我的账号，点进去。好，这样子，这样就成功了。虽然 iPad OS 17支持 UVC 的装置，问题是相对应的这个 APP 不见得马上能出来，也不见得马上能写得好，因为它是 UVC 是开放的，你要做到功能很完整。比如说什么延迟很低啊，然后视讯很稳定啊，然后又可以做切换，这并不容易啊。因为 UVC 虽然是标准格式，但是 UVC 还是有分成很多种，每个人写的 UVC 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你走封闭的这个蓝色的路径，还是会比较稳定的。我们公司的 MediaLink Live 跟 MediaLink Switcher 是做一个专业的直播的软体，谢谢。